好，我是王者。今天的视频呢是 Temu 的一个园艺用品的开箱。这个包裹的形状很奇怪，我现在就来开一下。好，现在我已经打开了。我总共是买了3样东西。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吧。这是一个兰花的花盆，还带一个托盘。这个兰花的花盆，我感觉买的可能有点太大了。大家看，就是像这个盆的话，我买回来兰花，它原装的，它这个直径大概是11厘米。那我这个新盆呢是15厘米的，我现在感觉有点太大了，因为你看它不光就说这个直径比它大很多，它也比这个原来的盆高很多，不太好，因为我的兰花根本就没有长那么大，换这么大的盆的话，植料填的很多的话，它非常容易烂根。如果我硬要用这个盆的话，我会在里面倒扣一个可能半个塑料瓶，我自己 DIY 一下，然后把它四周全用电烙铁打洞，然后把它塞起来那样子。我之前这一株兰花呢，它最容易烂的就是这个中间这个茎中间部位的这些根，所以我现在换到一个这种喝饮料的这种杯子里面，然后这旁边就给它打了很多洞，然后里面填的全部都是纯的松树皮的植料。那这个杯子这个花盆的话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它特别细长嘛，然后它头重脚轻，它这底下太轻了，所以像这样放这个桌子上的话很容易放不稳，容易倒，所以我只能给它在外面再套一个瓷盆，然后这样的话就比较丑，这个杯子本身也比较丑，所以我才想到要买这样一个国内说的青山盆。这个盆呢其实它特别好，它底下有很多洞，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这种凹进去的，然后这里也全都是洞，这样子的盆的话它就不容易烂根。我会把这个花盆的链接我会放到这个视频的描述里面，它有我记得是有3个还是4个 size， 好像是3个 size 吧。推荐大家买更小的，因为如果你的蝴蝶兰是就是在那个一般的美国的这种商店里买的话，我看了一下，它这种大号的蝴蝶兰它都是大概这么大的盆，11厘米左右的，所以建议你买一个12厘米的就好了。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东西，这个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买的也是用来种花的这个小石子儿，国内管这种叫粗河沙，然后它这个应该是3毫米到6毫米大小的这种河沙，这一袋是1.1磅，然后是9块9毛9，这个用来当盆土里面的颗粒是非常好的，用它和那个普通的那种potting soil 合在一起拌在一起的话，它这个排水性很好。但是缺点就是说这个的话它是没有任何营养可以供给这个你的植物的，所以如果你种多肉的话，这个河沙的比例可以弄高一点，然后如果你是其他的花的话，希望有更多的水的话，你就把这个比例放少一点。我是买了一个这个，然后第3个东西呢是这种竖长的，我忘了说了，这个青山的盆是15厘米直径的，是4块多钱，然后如果你选小 size 的话，它是3块多还是2块多，更便宜一些。大家可以去这个 description box 里面去找他们的链接。好，那这第3个东西呢是植物的补光灯，我去插一下看它亮不亮。我现在把它插上了，然后我选的是这种红蓝补光灯，红色和蓝色的这种 LED。那它这个链接里面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那种全光谱的灯。我在网上查到有一个人他做实验，他用了6盆多肉，然后用了这个红蓝的补光灯和这个全光谱的补光灯做了一个对比，照了6个月半年，就发现这个红蓝的这种灯的话，那个多肉长得就比那个全光谱的补光灯更好，3盆都是比另外3盆更好。它那个是对照实验，所以我觉得它的结果还是比较能让人信服的。然后但是这个红蓝灯它的缺点呢，就是说它照的植物上面，你这个花的颜色都会变，所以如果你开着灯的时候欣赏它，你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好看。反正你自己取舍吧。然后
因为我这里是美国的这个6区，园艺6区，冬天是特别冷的。然后之前12月1月的时候，就有连续很长时间，可能1个多月都是大雪啊，然后阴天或者下雨或者下雪，然后没有出太阳。然后我那些植物呢都长得特别的不好，就完全全都僵住了，没有什么变化。我就决定要试试这个补光灯。这个补光灯呢，它是这种4个长条形的，它有4条线，4条线这边连着一个总的开关，所以这种比较灵活。根据你自己的花架、自己放花的地方，你可以安排这些灯，把它们固定住。然后提醒一下，这个灯它的那个插头是这种 USB 的，你需要一个 adapter 才能够把它插到你的110伏的电源上。这个这一套4个灯管的话，好像是$15左右吧。大家可以去我的 description box 里面去寻找它的链接。我现在买的这个是50厘米长的这种，然后它那个里面还有更短的，有30厘米的，大家可以自己选。然后30厘米短一些的话，它就会更便宜一些。那这就是我今天这个 Temu 的包裹里面园艺用品的3样东西。美国的朋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视频下方的 description box 里面去寻找他们的链接。你还可以使用我的 coupon code FAV06125，新用户可以打7折。感兴趣的朋友就去看看吧。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是王者，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